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，人如其名，从长相气质到入行经历，往娱乐圈一放属实鹤立鸡群了。笨蛋美男还能靠脸杀多久？有话说，追星女孩的心犹如榴莲，顶流不嫌多，反正每个尖儿上都能站个新老公。不过若问过去一年中，谁杀出重围拔的年度男友的头筹，他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被忽视的。王鹤棣也是，只不过他的脸过于抗打，犹如大铲勺，把西瓜瓤刮得干干净净。作品本作也有呀，就说火遍今夏的古偶《苍兰诀》，将此前18线小演员的他直接送上新晋顶流的宝座。他饰演的男主角东方青苍，绰号大强，剧中设定是武力值高，藐视一切的3届独尊最强 King 第一王者，反正很厉害就对了。对外他封心所爱，冷漠无情，对小兰花他又酥又玉，撩于无形。虽然仙侠剧中的霸总不算什么新鲜的人设，但难得的是，王鹤棣演出了新意。剧中有些小细节的设计，比如摸戒指、歪头杀、互换灵魂后的娇羞，被王鹤棣琢磨得很透，演绎的也是喜感而不油腻。主演红了的最直接效应，是待播的剧集必然不会被压箱底。这部后者一气呵成的完成了拍摄和后期，赶在2022年末紧锣密鼓的开播。不得不说，王鹤棣是有点子运气在身上的。因为浮屠缘最大的看点，就是男主的设定带岗个背负国仇家恨的公公。别说，一身笔挺华贵的掌印太监制服上身，眉眼间尽是狠厉劲儿的王鹤棣，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几个月前有粉丝还在担心苍兰诀爆了后，王鹤棣会成为日抛、月抛还是半年抛男友，眼下看，顶流的这波热度算是续上了。素人出身，出道5年的王鹤棣正式出圈。王鹤棣的火，一方面是遇到了台人的作品和角色，另一方面则是靠性格圈粉，这点在他参加的社交真人秀50公里桃花坞2里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录制这档综艺时，王鹤棣还不是东方青苍，节目组官宣嘉宾时，他的名字排在最后2个。但就是这么一个贵圈小胡咖，面对一众前辈完全没有社交焦虑，只见他在节目中上蹿下跳，分外活跃，轻而易举就俘获了其他嘉宾的心。辣目洋子说他是男版妲己，我一下理解了纣王，被美貌蒙蔽了眼睛。李雪琴则精准地总结道，王鹤棣有种脑干缺失的美，又云800个心眼子，没有一个实心的。连严肃脸王传君也迅速被王鹤棣感染，和他成了莫逆之交。后来在人物的采访中，王传君说自己最羡慕王鹤棣有一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，自由欢快，热血中二，不按套路出牌。王鹤棣就犹如被空投到沙丁鱼群里的鲶鱼，摇手摆尾的一扑腾，搅活了内鱼这池子水。有网友总结道，别人火了，挖出来的都是黑料，王鹤棣火了，挖出来的全是笑料。王鹤棣出生于四川乐山，从小他就知道自己长得帅，浓眉大眼，高鼻玉唇，身材颀长，仿佛从漫画中脱模出来的男主角。以至于在出道后，王鹤棣的底牌一度是要颜值咱有颜值，要才艺咱有颜值，要脑子咱还是有颜值。王鹤棣的家庭环境也很有意思，他的父母经营着一间炸串店，虽是小本生意，
但给了童年时的王鹤棣十足的安全感。撸串不要钱，饮料随便喝，炸串店家的小儿子欢乐多。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对王鹤棣来说，当年最大的困扰应该是学习能力被老师嫌弃，炸串技术又被顾客嫌弃。不过读书不行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，它侧面造就了王鹤棣比较独特的气质，被网友辣评道，但凡上学时读进去一页书，都没这浑然天成的劲儿。在14岁那一年，过于闹腾的王鹤棣终于逃学成功，被家里送到成都学空乘。在这里，王鹤棣可算找到了自己靠脸杀人、大展拳脚的天空。上能巩固自己门面担当的地位，下能在单位的文艺表演上激情领舞。不过王鹤棣的舞步咋说呢？没有天赋，全是热情。另外，靠腿撑住了。空少生涯让人难忘，这些素人时期的经历更像是宝库一样，为王鹤棣积累下天然的路人缘。18岁时，王鹤棣被选秀导演发掘，参加了芒果娱乐出品的超次元偶像。作为全场唯一的门外汉，他屡次在淘汰的边缘徘徊，却被何炅保下，和老师说王鹤棣有一张观众会喜欢的脸。后来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判断，王鹤棣不仅拿下这档节目的冠军，还被偶像剧教母柴智屏选中，钦点出演了新版《流星花园》中的道明寺。只不过到2018年时，流星花园 IP 的热度已经消磨殆尽，17年前台版有 8.2 分，但内地版只拿下 3.4 分。跟很多顶流小生相比，王鹤棣成为演员的起点显得不上不下。说作品吧，似乎有点知名度，但再一问，又是大多数观众不屑于去看的烂剧。所以在苍兰诀前，王鹤棣获得的大多数工作机会不是演戏，而是辗转于各档综艺中打酱油。不过恰恰是这些一般艺人看不上的碎活儿，极大的解放了王鹤棣的天性。他松弛，没架子，更不怕出丑，有与生俱来的综艺感。你以为说他唱歌难听，他就会玻璃心的闭麦了？人家根本不介意，直言别看跑调，那都是我假唱的。他心大，但翻车无数。桃花坞里他拉着武大竞学冲浪，眼瞅着世界冠军很快掌握了要诀，在板上站了起来。一生要强的王鹤棣觉得这个帅自己也能耍，结果给观众表演了个45度斜切入海。他翻车，但依旧无敌自信，无敌快乐。去年年尾的金鸡奖，新人王鹤棣像个行走的造梗机器，别人瞻仰金鸡风采，他在鸡棚里被鸡踩。颁奖礼上，他遇到了好哥们王传君的老婆齐溪。喜提最佳女配的齐溪把奖杯递给王鹤棣，示意他可以拿一下。王鹤棣1秒都没带犹豫的就接了过来，压根没想过别人会怎么看的问题。其实作为演员的王鹤棣天分相当一般，演技也麻麻的，此前甚至遭遇过严重的口碑滑铁卢。他主演的《玉龙》一度口碑沉底，王鹤棣本人更被吐槽开创了 AI 式演技。论流量，王鹤棣或许超越齐溪100倍，但距离他真的拿起金鸡金像的那一天，无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但难得的是，王鹤棣自己心里没有那些复杂的弯弯绕绕，他始终带给人一种轻快的感觉。同行喜欢和他交往，因为没顾忌，没负担。观众热衷于考古他的梗，因为他是一个发自内心有快乐并能传递快乐的人。这种极致的性格魅力，在去年这样一个憋闷难熬的时间段，精准戳在了大家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就像有网友说，
一开始以为是喜欢王鹤棣，后来发现是想成为他。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一方面，蛮开心看到红了后的王鹤棣逗逼属性没变，他在片场拉着另外2位演员王立新、李东赫 cos 哈士奇三傻，传神程度让人笑得头掉。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担忧，被路人盛赞的充满少年气的他会不会被资本和流量改变？他真能将自由自在的个性保持到底吗？或者说，作为顶流的王鹤棣还能红多久？这些年我们见证着内娱偶像的更迭，每年都有几部爆款剧、爆款综艺，再捧出几位粉丝为之痴狂心动的限定男友。但再过一段时间看，会发现当中很少有人能逃脱变了或糊了的魔咒。曾经的顶流们各自经历起起落落，少数飞升转型，一些留在牌桌，还有的早已塌房查无此人。不过，转头看看王鹤棣旁边另一条哈士奇王立新，这位曾经被粉丝用小灵通投出道的前顶流，对于王鹤棣究竟能不能长红不衰的焦虑又被奇妙的缓解了。众所周知，2022年也是王立新的翻红之年，在就业男团和高分综艺《快乐再出发》的意外出圈，让他再一次回归观众视野。对比王立新和王鹤棣的成名经历，会发现一些微妙的重合。同样是在18岁通过芒果系选秀出道，此前都没接受过太多专业训练。王鹤棣有天选的美貌，王立新有天选的歌喉。他们都是不那么在意外界的评价的人，喜形于色。王立新当年在快乐男生中看不惯苏醒，直接翻白眼，挂脸子。10年后，王鹤棣因为不满超次元偶像规则，怒摔面具。王立新也曾遇到过爆火的关口，校园剧《最好的我们》让他人气大涨，从歌手成功转型演员。但在那之后，流量很快又流逝了。王立新的演艺事业始终没能扑腾出更大的水花，印象中倒是他闪婚又离婚，和前妻互撕的传闻短暂的占据了八卦头条。就当大家以为他会自此消失在内娱造星的后浪中，给了他第2次机会。参加这档节目时，王立新32岁，人气和境遇早已不复当年，唯独感受快乐和制造快乐的能力没有改变。他上蹿下跳，抓鸡撵狗，一刻也不消停，和兄弟们玩梗。张远笑他不红后的在直播间打工，他立马嘴欠的回怼你如今也不过是个婚庆歌手。如今出生于89年的王立新跟出生于98年的王鹤棣相遇，他不再年轻，但他依旧可以乐呵呵的演个小配角，不做顶流的人生也没什么大不了。看过王立新的经历，我似乎确认了一件事，王鹤棣会糊吗？一定会的，因为流量是短暂的，镁光灯不会永恒的打在一代艺人的身上。但保持乐观，传递快乐的能力永远有市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